好耶，又来给屏幕前绝绝子的你做绝绝子的视频啦。本期视频的主角是药佳音。那么视频开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仅供参考，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时装的数据为准。先给它做一个总结。药佳音是绝区零第一个拥有治疗技能的代理人，他开大可以奶全队。那么除了奶妈属性以外，它给队友带来的增伤能力也是全游的天花板，属于是一个增伤型的奶妈。好的，开篇总结完毕。那么视频的开头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屏幕前所有的小伙伴解读一下它的技能机制，还有实战中的它的操作手法细节，方便你最快的上手这个角色。如果屏幕前的你是绝区零高手，不想看这一段的话，可以选择跳过，从视频的9分52秒开始看哦。我先给大家来一段开篇结论，那就是药佳音它是一个纯后台辅助角色，实战中你完全没有必要把它切到前台。它虽然有那么多的前台战场输出技能，但是所有的这些前台战场输出技能都是很刮痧的，而且手感都挺软绵绵的啊！不信大家看这一段录屏，我把凯撒和露西的拐都上给药佳音。我们来看一下药佳音的属性，属性都已经逆天成这个样子了，你们看它的伤害还是非常的低的。实战中除了它的连歇技和终结技的倍率还不错以外，其他技能的倍率都是刮痧中的刮痧啊！不要用它来战场，不要用它来战场。所以本期视频为了让大家更加的简单易懂，它的所有战场技能机制呢，我就全部略过不讲了，只讲它在后台的一个辅助能力的技能机制，方便大家理解。实战的时候，我们的药佳音可以通过 E 技能开启它的后台辅助模式，这个辅助模式叫做咏叹华彩状态。E 技能有2种释放方式，第一种释放方式是点按。点按 E 技能消耗的时间更短，能让你的战斗节奏变得更快。那这就是点按 E 技能的一个展示。还有一种释放方式是长按，长按 E 技能，药佳音会在场上生成一个拥有一定巨怪能力的立场，然后打出更多以太伤害。那这就是长按的一个展示。但是点按和长按提供的后续 buff 是一模一样的，拐力是完全不变的，所以个人实战中会更偏向于用点按一点，因为个人比较喜欢快节奏的战斗，并且它的 E 技能完全不需要能量就可以启动。实战中建议把药佳音放在1号位，开局的时候它出来按一下 E， 它就可以全程在后台了。就比方说这一段开局按一个 E， 药佳音就可以全程在后台，我们完全都不用管它了。那么它在点击 E 技能进入咏叹华彩状态后有些什么作用呢？进入咏叹华彩状态之后，它就不要继续战场了啊！继续战场是废招中的废招。我们直接说它在进入咏叹华彩状态并且站在后台后有哪些作用。第一，站在后台的药佳音获得无敌状态，所有怪物都伤不到它。第二，站在后台的药佳音会为全队提供20%的伤害加成和25%的爆伤加成。第三，站在后台的他每获得25点能量就会获得1枚和弦，就是这个图标。而拥有和弦的情况下，前台角色通过快速支援、连携技、支援突击入场的话，那么药佳音就会消耗25点能量，也就是1点和弦，打出一段以太斜战，并且消耗了1点和弦新入场的角色攻击力会得到提升，提升效果等同于药佳音初始攻击的35%，最多提升1200点，持续20秒。重复触发的话会延长持续时间，最多不超过30秒。给大家来一段实战录屏，大家就完全明白了。现在我们的药佳音能量在50点以上，也就是说它有2点和弦。这时通过各种方式入场的队友就会消耗1点和弦，吃到攻击力加成的 buff。我们这边消耗1点和弦，让露西进场看看。好的，露西进场了，消耗了1点和弦。
消耗了和弦之后，露西这边攻击力就加了1200点上去，看见没有？然而现在队伍里的11号还没有吃到攻击力提升，这时我们再消耗一点和弦，切11号进场，他就吃到了1200点的攻击力提升了。不仅如此啊，我们也可以发现药佳音在后台恢复能量，也就是恢复和弦的速度是很快的，看见没有？又2点和弦了。根据我的实战经验，我毫不夸张地说，只要队伍里有药佳音，那么这1200点攻击力的提升就是全程覆盖给队伍里的另外2个角色的。接下来，他站在后台的第4个作用，药佳音站在后台可以让整个队伍触发快速支援的方式获得极大简化。只要队伍中一个角色攻击敌人，那么另一个角色的快速支援就会被触发。这时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切另一个角色出来，让他吃到1200点的攻击力加成，然后我继续用当前角色攻击敌人，就可以触发上一个角色的快速支援。切出来之后，上一个角色也能游刃有余的吃到1200点的攻击力加成啦。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2个隐藏机制：一，药佳音在释放 E 技能的瞬间也能立刻触发队友的快速支援。2，另外2个队友的快速支援只会互相触发，并不会给到药佳音的头上。也就是说，药佳音队伍里你实际需要操作的角色只有2个，相当于侧面降低了队伍的操作难度啦。最后，他站在后台还有一个小作用。当队伍触发快速支援的短时间内点击，我们是可以触发精准快速支援的。这个精准快速支援会用蓝色的圆圈进行标记，时间过了之后会重新变回红色的圆圈。那么这个精准快速支援有什么用呢？我说实话，用处挺鸡肋的。如果我们打出的是非精准快速支援，药佳音只会进行一段以太斜战。而且非精准快速支援也是可以把拐上给队友的，但是如果我们打的是精准快速支援的话，它打出的以太斜战就会变得更多，看见没有？变得更多了这个以太斜战，但是呢，拐力并没有提升啊，也就是说，这个精准快速支援就是让药佳音打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以太伤害。实战中呢，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打这个精准快速支援而乱了自己的输出节奏，很多时候我都是直接无视掉的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好的，至此药佳音 E 技能的所有内容就给大家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来说它第2个有用的技能，那就是终结技。释放终结技后，首先会造成一个大范围的以太伤害，同时给全队固定回血2950。这个回血量呢，不受它的属性，也不受它的武器的影响，是固定的2950。那全队回2950。终结技还有最后一个效果，释放终结技之后，下2次快速支援会升级成连血技。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那露西这边触发连血技，11号触发的也是连血技，不过呢，仅限2次，2次过后呢，就变回普通的快速支援啦。这就是终结技的所有效果。最后的最后，它还有一个额外能力啊，当队伍中存在强攻和异常角色的时候触发。当队伍触发精准支援的时候，普通攻击中曲我们不用管它，因为普通攻击中曲实战中用不到啊。药佳音将额外释放一道正音和3枚音簇进行攻击，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队伍中有强攻和异常角色的时候，如果我们触发精准支援，那么药佳音能多打几次以太伤害进行负 C 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队伍中没有强攻和异常角色，那么我们触发精准支援，他就只打了3次以太负 C。接下来我们在队伍里面加入强攻或者异常角色，触发精准支援，他多打了3次以太负 C， 看见没有？这就是药佳音的一个额外能力了。说实话，药佳音的这一个额外能力实战作用我感觉不算很大，跟露西的额外能力一样，其实触发和不触发呢，对队伍强度影响不会太大。
至此，它的所有技能机制就全部给大家解读清楚了。那么实战中它的输出手法是什么样的呢？很简单，实战中它开局按一个 E， 把话筒插在地上，它就可以全程站在后台观战了。这个时候我们等它有25点能量，就可以快速支援切一个队友出来，该队友就会吃到1200点攻击力的提升。我们再如法炮制切另外一个队友出来，另一个队友也吃到了1200点攻击力的提升。最后我们可以再快速支援一下，吃满静听佳音4件套套装的效果。总之，全队快速支援3次之后，驱动盘4件套的拐以及药佳音自身的所有拐就都上给队友了，然后我们在满拐的情况下进行输出就完事了。等这些拐的持续时间一到，我们再重复触发队伍的快速支援，重新补充这些拐，以此循环即可。最后再做一点补充，由于静听佳音4件套需要全队触发3次快速支援就可以吃满这个4件套的效果，所以药佳音在大部分情况下呢，都只要全队触发3次快速支援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他带着苍角的武器的时候，苍角的武器需要持有者触发4次强化特殊技能才能给全队吃满攻击力提升的效果，而药佳音在后台触发的那一个快速支援呢，是算他打出了强化特殊技的，所以带着苍角的武器的时候，药佳音需要让全队触发4次快速支援才能吃满所有 buff， 其他武器都是3次快速支援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至此，它的所有技能机制还有实战操作手法就都给大家讲清楚了。以下这一段文字就是药佳音在实战中所有用处的一个总结，大家可以截一个图自行消化一下。个人感觉已经是保姆级细致的讲解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进入实战数值评测环节。相信屏幕前的你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药佳音入队能给全队带来多大的增伤呢？我给大家进行一一对比。目前药佳音是一个0+1的状态，带着激素朋克2件套，还有静听佳音4件套，技能的话全部都点到了12级 A、B、C、D、E、F 全部点上。基础面板是这样一个样子的，等于是一个0+1毕业练度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星剑雅在没有任何人辅助的情况下，它的双着伤害是119493，然后最后一段斩击伤害是25644。接下来这一段录屏，我们先叠一下药佳音的拐啊，这边快速支援3次，把驱动盘4件套也给它叠满，全部拐力叠满的情况下，双着伤害变成了254723，然后最后一段斩击变成了50765，整整有98%的提升幅度。这个98%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凯撒大家都很了解了，凯撒的拐力已经非常逆天了。0+1的凯撒在吃满了自身以及武器和驱动盘的所有拐之后，对星剑雅的提升也就是72%。虽然72%也很高，但是比起98%还是差点意思的啊。当然叠一个甲完全没有踩一捧一的意思，虽然药佳音比凯撒的增伤能力更强，但是凯撒的生存能力要比药佳音强很多。总之每个角色各有特色，没有必要踩一捧一啊。我跟凯撒对比只是因为凯撒的拐力已经非常逆天了，那他的拐力比凯撒还逆天，所以这样一比就更方便屏幕前的观众理解他的拐力，还请大家多多担待。除了对星剑雅的提升以外，药佳音对其他主 C 的提升也是立竿见影的。11号这边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打出了17650的伤害，而有了药佳音的辅助，伤害直接飙升到了38061，提升幅度直接飙升了116%。再上一个减给大家看看。
在没有药佳音辅助的情况下，减的强击是106290，而有了药佳音辅助的情况下，它的强击飙升到了231705，提升幅度在118%。总结下来就是，只要药佳音入队，那么你的所有 C 位的伤害是能直接翻倍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说了，你刚刚展示的是0+1的。会不会是因为他的专武给他的增伤能力提升的非常多呢？然而，根据我的实测，如果只论增伤能力的话，精炼5阶的好斗的阿炮以及精炼5阶的含羞恶面和专武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专武的含金量并不在增伤能力上。而且，根据我的实战测试，不管我们是带好斗的阿炮还是带含羞恶面的情况下，就算我们6号位带能量自动恢复药佳音，实战中也是能让全队吃满1200点攻击力的加成的。所以6号位是完全没有必要带攻击力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好斗的阿炮和含羞恶面的特殊效果是能给全队自拐攻击力的，所以药佳音也能吃到这个自拐攻击力的加成啊！这样一自拐的话，就不用担心药佳音缺攻击力词条了。多说无益，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一段是0+1的药佳音对星界雅的一个伤害提升。刚刚大家也看见了，双镯伤害254723，尾刀伤害是50765。而这一段是精武好斗的阿炮打出来的一个伤害，双镯伤害249261，尾刀伤害是50624，伤害跟专武其实是很接近的。哎，别急，含羞恶面还能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哦。在精武含羞恶面药佳音的加持下，星界雅双镯伤害变成了253611，尾刀伤害变成了51508，对星界雅的增伤是比专武更高的。不过星界雅算是一个特例吧，因为专武的增伤还是有多一个说法的，那就是专武它提升的是全队的伤害，而好斗的阿炮和含羞恶面呢，提升的是全队的攻击力。攻击力对比全队的伤害来说呢，更容易在实战中被稀释。然而，就算我上了一个比较容易被稀释攻击力的硫磺石11号进行对比呢，我发现专武和好斗的阿炮还是拉不开很大的差距。总而言之，专武在增伤上和精武阿炮和精武恶面拉不开差距这个结论呢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专武的含金量在于哪儿呢？根据我的实战经验，它的含金量在于它的覆盖率，持续时间长达20秒的增伤覆盖率，并且重复触发还会刷新持续时间，让药佳音队伍的舒适度提升了很多。而好斗的阿炮的4层持续时间只有8秒，你如果带好斗的阿炮的话，实战中你就要经常切，稍微有那么一点难受的。而含羞恶面的覆盖率虽然到达了12秒，但含羞恶面由于没有回能的属性，所以实战中让它切人的频次也变短了，覆盖率甚至还不如好斗的阿炮。那既然提到了覆盖率，我就给大家再下一个结论。啜泣摇篮和聚宝箱这2个武器我是不推荐的，因为药佳音虽然可以通过强化特殊技触发聚宝箱的全队伤害提升，但是持续时间只有2秒，实战中完全覆盖不到，覆盖率太低了。啜泣摇篮同理啊，持续时间呢只有3秒钟。这一段录屏呢，药佳音带着聚宝箱，我们来看一下，双镯伤害还有尾刀伤害都是白板。2秒还是太短了，而这一段录屏药佳音给它换成的啜泣摇篮，我们再来看一下，可以发现双镯伤害是吃到了啊，毕竟还在3秒之内，但是尾刀伤害就没有吃到了，3秒的覆盖率还是不太行。总之，武器推荐方面的话，专武肯定是最好的，增伤、还有回能、还有覆盖率都没啥问题。那如果没有专武的话，下位替代我首推好斗的阿炮，其次选择含羞恶面。如果这2个都没有的话，啜泣摇篮和聚宝箱不推荐啊，你不如用这一个逍遥游球呢。这就是武器推荐的一个总结。
说完了武器，接下来驱动盘的推荐。驱动盘4件套一定是静听佳音，至于2件套的话，我个人推荐极速朋克。当然，除了极速朋克以外，2件套也可以带摇摆爵士。但是根据个人的实战经验，如果2件套带了摇摆爵士，你6号位再带能量自动恢复，然后还不带专武的情况下呢，就吃不满1200点的攻击力提升了。所以个人还是建议2件套带极速朋克。至于4、5、6号位的主词条，像这样带就可以了。然后6号位不建议带攻击力啊，如果6号位还带攻击力的话，你的攻击力肯定就严重溢出了。最后配对方面，一句话总结，药佳音可以加入任何队伍，是真正意义上的任何队伍。配对比凯撒还要泛用，因为如果你要给凯撒配对的话，你还要考虑触发凯撒的额外能力呢，而药佳音的额外能力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你在给药佳音配对的时候，他的额外能力都不需要考虑，他就是目前绝区0在配对方面最自由的一个角色，无脑加入任何配对就可以了。接下来给大家打几场实战吧。先给大家来一场高配实战，说是说高配，但其实药佳音是0+0的，我给他带的是好斗的阿炮，只不过新建雅和凯撒都是0+1的，相当于是队友比较高配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把药佳音和凯撒的拐都上给新建雅，看看新建雅能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来，凯撒这边先长按一个普攻，然后我们等凯撒先上一个盾啊，好，可以出来上盾啦。盾上好之后，消耗药佳音的和弦，然后新建雅我们直接4斗拔刀斩，看看伤害是多少啊？4斗拔刀斩就把这2个怪给秒了。接下来第2关，药佳音出来触发快速支援，消耗和弦1200点又加上去了。我们直接6斗拔刀斩，看看能不能秒掉 BOSS。哎呦，差一点啊，没有关系，我在战场 A 几下就完事了。凯撒这边的快速支援我们直接无视啊，肯定进1分钟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在1分钟以内。55秒，看见没有？不过虽然我说这个队伍是高配队伍，但它也不是输出最大化的队伍。输出最大化的话，要像这样组队，星月闪耀队。药佳音的拐不仅能给新建雅，而且还能给月城柳，覆盖率还很高啊！就他们3个组队呢，肯定是全程核弹，全程嘎嘎爽的。但个人现在已经是凯撒的形状了，因为凯撒的护盾实在是太安如磐石了，我个人更喜欢像这样组。好的，看完了灵命高配队伍，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灵命中配队伍。这个队伍中，药佳音是0+0的，带着好斗的阿炮，简是0+1的，赛斯是6命的。那如果想把这个队伍变得高配，很简单，赛斯换伯尼斯就完事了啊！来，触发快速支援。大家现在注意看药佳音的回能，0+0药佳音的回能啊，看见没有？已经快25点能量了。好的，消耗25点能量，简就直接吃到了1200点攻击力的加成。然后他又有25点能量了，我现在可以让赛斯也吃到，但是说实话，赛斯没有太大的必要吃啊。我无视赛斯的快速支援请求，直接一个强击50多万，再一个强击40多万，先把这2个小怪给带走先。然后后台的药佳音已经3点和弦了啊。就很容易就能发现0+0好斗的阿炮的药佳音，它是根本不会缺什么能量的。等一下我会再给它换成苍角的专武，再实验一下它会不会缺能量的。好，哎呦，这个 BOSS 怪的攻击欲望好强啊！40多万的强击，一半血已经快被带走了。我赛斯补一个盾，直接开大。哇，小怪还没死啊！小怪还差一点，没事，他们2个站得近 ，OK， 小怪带走了 ，BOSS 应该也只差最后一下强击了啊！哦，连血技要打出来了，哎呦，早知道让药佳音收人头了，
药家一收人头的那个特写很酷炫的啊，可惜了。最后是打了1分31秒。最后再给大家来一场低配实战，药家英依然是0+0的，不过好斗的阿炮我给他换成了含羞恶面，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带着含羞恶面会不会缺充能，我直接剧透了，不会。然后11号是0+1的，露西是一个6命的情况啊，来直接触发快速支援，然后我们现在就等他有和弦，有了和弦之后直接把和弦给11号就完事了。露西出来待命啊，和弦已经有了，直接切11号出来，吃到1200点的增伤。他的和弦又快有了啊，又给11号补充了一点和弦，持续20秒直接变成持续30秒了。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伤害啊。个人感觉作为一个低配队伍来说，这个伤害已经不错了。哎，露西也拐一下。第二关，先补充一个能量先。你看后排的药家英现在又快3点和弦了啊，所以确实个人感觉带着含羞恶面的能量也不会很缺，但是我还是觉得好斗的阿炮更好用啊，毕竟好斗的阿炮覆盖率要更高一点。哇，这队伍练度降下去之后，好像明显有点压力啊。但是没有关系，我等一下药家英是可以开大的，实在不行我开大补一个血呗。来，把8刀砍出去之后，再来一个大招，又可以补充8刀火刀。哎呦，可以呀，打得不算慢哦。我看看最后打了多长时间。1分33秒，哎，其实也不错。不过呢，毕竟怪物是有火弱点的，如果怪物没有火弱点的话，可能会更慢一点哦。通过刚刚那一段实战录屏，相信大家也发现了，药家英在实战中为了保持队伍的整体输出节奏呢，其实有时候他的快速支援是要无视掉的啊。这时好斗的阿炮和含羞恶面只有8秒和12秒的覆盖率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然后专武的长达20秒的覆盖率，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我刚刚说专武覆盖率比较香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那就是实战中它的宣响值回复速率。根据实测，它的宣响值回复速率呢，大概是2个前台战场角色的70%啊，大家可以做一个笔记。至此，0命药家英的所有内容就给大家展示完了。可能大家也发现了啊，本期视频呢，我把实战放在了视频的最后，前面都在讲它的技能机制、增伤幅度，还有武器的适配度等等。那为什么会这么安排呢？因为我觉得它毕竟是一个辅助角色，而实战录屏的主角一般来说都是战场输出的主 C 角色，所以我觉得一上来就给大家放实战会有一点喧宾夺主，很难让大家感受到药家英的一个强度。所以本期视频采用了一种重测试而轻实战的模式。我个人觉得辅助类的角色更适合用这样的模式给大家呈现啊，不知道大家习惯不习惯？但如果大家觉得不习惯的话，后续我也会采纳大家的意见，就算是辅助角色也会打更多的实战给大家看的。总而言之，一切以观众的观感为主。那么本期视频的2P 会给大家带来它的一个隐化提升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2P 看看哦。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